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超实用的一个 Python 函式库，叫做 Norfair。如果你有在玩物件侦测，然后心里常常想说，要怎么才能很简单的把追踪功能加上去啊？那今天这一集你真的要仔细听哦。你的 detector 可以找到东西，这很基本嘛，很棒。但问题来了，它能不能跟着这些东西跑？这就是从单纯的看到进阶到看懂一个场景的关键。同时这也是很多开发者会卡关的地方。来，我们聊聊开发者的痛。你是不是也常常这样，找到一个最新的号称 state of the art 的侦测模型，哇，一开始超兴奋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下载下来才发现，那些code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方便整合到专案里写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这句话，哇，简直说到所有人的心坎里了。很多学术界的code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跑论文数据，而不是让你拿来直接用的工具。而这个痛点就是 Norfair 想要解决的问题。所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Norfair， 它就是一个为了这个痛点而生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解决方案。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希望让物件追踪这件事变得超级简单、超级直觉。那 Norfair 到底是什么？简单一句话讲完，它是一个可以客制化、非常轻量级的 Python 函式库。而且它只专心做一件事，就是即时的多物件追踪。没错，关键字就是客制化、轻量、专注。这一点就是 Norfair 最杀的地方。不管你今天用的是 YOLO、Detection2 还是什么奇奇怪怪的 detector， 它通通都可以搭。而且只要短短几行程式码，就能立刻让你现有的 detector 马上长出追踪的功能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？好，听起来这么神，那它背后的魔法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？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核心逻辑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简单到不行。你看整个追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3步骤的回圈，一直重复。第一步 predict 预测，就是根据物件过去的位置，猜一下它下一个 frame 会出现在哪里。再来 match 匹配，用一个距离函数去比对我们猜的位置跟新侦测到的结果，看谁跟谁最像一对。最后一步 update 更新，把成功配对的物件给它一个固定的 ID， 然后更新它最新的状态。你看是不是逻辑就这么简单？它的程式码也完全体现了这种简洁的精神。你看画面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实作咯，连设定 detector 都包含在里面了。整个流程就是这么清楚，这么一目了然。不过，你可千万不要以为 Norfair 这么简单，功能就很阳春哦。错，它真正的超能力其实是它的弹性，就是这种弹性，让它可以处理各种你想得到的复杂追踪场景。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它有多猛。首先，它不挑食，可以跟任何 detector 合作 ，YOLO、Detection2、AlphaPose 都行。它还让你自定距离函数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去匹配物件。更酷的是，就算你的摄影机是在移动的，它也照样能追。甚至还支援 Re-ID 重新辨识，还有追踪 3D 空间中的点。哇，这几乎把大部分的应用场景都包了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跟市面上其他有名的 tracker， 像是 Sort 或 Deep Sort 相比，Norfair 的优势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来把它们摆在一起比一比。这一比下去，差别就出来了。你看 Sort 或 Deep Sort 基本上是写死的，只能追踪方方正正的 bounding box。但 Norfair 超级有弹性，它可以追踪任何一组点。再来 Norfair 的距离函数你可以自己定义，但 Sort 它们的逻辑是固定的。不过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可能还是授权。Norfair 用的是 BSD 授权，意思就是你可以免费把它用在你的商业产品上，没问题。但是 GPL 授权就要求你的衍生作品也必须开源。哇，这对很多公司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了。讲了这么多功能、弹性跟授权，那最重要的 performance 呢？它的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？跑起来快不快，准不准？数据会说话，我们直接看业界公认的标准测试集 MOT17 跟 MOT20 的结果。你不用去管 IDF1、MOTA 这些指标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你只要知道它们是衡量追踪器准不准的黄金标准，分数越高就越厉害。你看 Norfair 的分数，不管在哪个测试集上都非常非常高，这就证明了它不只是简单好用而已，它的性能也绝对是顶尖水准的。
好的，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快速总结。如果你正在想办法要升级你的下一个专案，那 Nofair 真的非常值得你马上动手玩玩看。所以帮大家画几个重点。第一，它非常轻量，整合进去很轻松，不会让你的专案变得很肥。第二，它超级有弹性，可以跟你的 detector 完美配合，用你想要的方式去追踪。第三，它跑得很快，唯一的性能瓶颈只会是你前端的 detector 本身。最后也是超重要的一点，它有着非常佛心的 BSD 授权，不管你是个人专案还是商业产品，都可以自由的使用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想一想：当物件追踪这件事变得这么简单、这么唾手可得的时候，你会想用它来打造出什么样的酷东西呢？这背后是不是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呢？